彰化有一家百年香铺第8代接班人退伍之后，做过保险业务，也在社区大学工作过。一直到原名温室老师提醒他，既然出生在百年香铺，应该要有一份使命感，他才回到家里的制香房重新学起，并且把包装从传统的红色改为素雅的灰色，让香不再只是拜拜才用，也能够走进民众的生活当中。虽然这样的改变，爸爸一开始是气得不跟他讲话，但是他承诺一定会让老香铺飘出新香气，让百年香火延续下去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这样一把香要从这里走进庙里的香炉或家里的神明桌，背后藏着多少真功夫。我们香在做的时候，每一次就是沾水、沾粉，然后滚，一层一层把香粉裹上去。制香第一步，先将竹枝浸水，再沾上遇水会产生粘性的楠木树皮粉。接着把香树展开成扇形，靠手的巧劲让香扇开开合合。粉有粘性嘛，所以你不快速展开，它会一支一支粘在一起。这时候在展的时候，就是要用虎口的力量，把香一支一支的给它分开来。最后将香粉拨到竹枝上，确保每一炷香都均匀裹上香粉，整个过程得重复4遍。其实每个都有点美感，但我觉得最难是展香。因为你看到这一把香这么长，但它的工作范围只有这一节，你上面还是软的，你碰到就坏掉了，所以刚开始在练的时候弄坏很多香。手中的香树将近2斤重，但要展得漂亮，不能用蛮力，全靠蹲好马步带出虎口的力气，动作还得快很准。偏偏每做一批香100斤起跳，而且制香室里还有个规矩，不能开电扇。台语俗语在讲啊，唔惊用在里边偷人惊啊。刚刚就会看到在做的时候，整个粉尘飘扬，而且这些粉尘原料都是钱嘛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开电风扇啊，在旁边吹，因为就会吹得到处都是。为什么叫偷人惊？就是做完之后，整个人像头狼一样，像土著一样，你知道？制香时是液制满身粉尘，汗是用标的，但一批香做完还不能休息。轻轻的把它放在架子上面，然后抬到外面晒太阳。那因为像上面沾香粉部分，这个称为香肉，它现在是湿的，所以手要很轻柔哦，像触摸小 baby 一样，这样轻轻的去触摸它，要不然轻轻稍微去指甲抠到它就坏掉了。这样做完之后就晒1天呐，大概7、8分干左右，收进来染香角。将香角染成讨喜的红色，再推出去晒一次。一柱柱丽香在日光下排列，风吹过，香气淡淡飘散。施业志是制香世家第8代传人，从小就在香堆里长大。退伍回家学手艺，却被爸爸请出门。我以为我爸爸会这样子。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，会啊，我教你啊，我的毕生绝学都教给你。结果不是，是有一天我爸突然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你去外面工作好了。啊，我心里面会觉得是我哪里做不好吗？可是因为以前那种年代就是即便我们已经20岁了，父亲交代我们什么，我们还是不太敢去跟他多问。当过保险业务，也在社区大学工作，直到社大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。那老师就突然讲一句话说，你会生长在这样子的家庭啊，应该是要有对这个品牌延续的一个使命感，所以他会建议我把社区大学的工作辞掉。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，如果我已经很认真的想要回来家里学习这些事情，他希望我很认真的做。那如果说我是这样子欧洲北辙，心态不正确，他宁愿这个招牌就在他手中毁掉就好。现在这个是挤香环的原料，我们都透过油压机把我们的原料挤压成我们要的条状。那很多客人看到就以为是在做乌龙面。从那天起，他与太太回到土人间，
从粒香、香环制作到调香，重新学起，每天搞得灰头土脸。原本不知道说做香原来是这么的辛苦，以前是坐在办公室吹冷气，对，然后来到这边，怎么都在这么热的环境下？会不会每天衣服都是湿的，还是怎样？一定的啊，每天都要换好几套衣服。但他们心里明白，台湾制香业的黄金年代早就过了。以前香铺8个师傅赶工，1个月能做2万多台金香。但70年代以后，低价香涌入，减香风潮兴起，老香铺要生存，非走出新路不可。初期我们要了解这些中药材，我们每一种都把它一罐就是一个单方味道。那所以我们总共应该单方味道的有300多罐啊。300多种中药材，他一罐一罐试。有段日子，他整天与瓶瓶罐罐为伍，埋手做香味实验。早期来讲，我们做香的原料就是沉香、檀香跟中药料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把原本是当成配角的中药料拉起来当主角，每一味都会是主角，所以我们就开发了9种不一样味道的中药香。但这条创新路也掀起家庭风暴，他接下来的决定更让父亲气到不跟他讲话。那我当时做了一个，其实对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蛮冒险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我把我们所有的旧香品都砍掉重练，全部砍掉重练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大破大立，所以我除了调料、配方、比例都全部打掉重练之外，我整个外观、外盒设计、包装都改掉。以前传统的香铺店看到是金色的、红色的那种很传统的包装盒，我全部改成灰色的。一开始我父亲他们看到我推出这系列产品，这叫你歪斜，这叫你不讨喜，像被地，那些老人家一定不会喜欢。他人坚持赌一把，要让香不只用来拜拜，也能进入生活熏香市场。它在佩戴的时候会有香味。那里面一些中草药可能是有那种比较驱除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对，所以以前人就这样佩戴着。那这个就柄的造型嘛，就称为香柄这样。那上下穿个口绑绳子，它就变成一个吊饰挂饰这样子。很多因为我们接很多小朋友的团体啊，所以像这里就有那种小狗的啦，或者是交通工具的啦，诸如此类。那也有圣诞节，像这个就圣诞节姜饼屋的。这一些就是叫中药养生香。我儿子非常的用心，他对每一个中药他都要认识，然后他要知道如何去把它调配。2代之间的冷战持续好一阵子，后来是妈妈先软化，愿意放手让孩子试，当他最强助手。当他做到灰头土脸的时候，做红香变红人，做黄香变黄人，所以伊那做了足艰苦的杀头的时阵。也买吞了去，像我们目前这个所有的消费者都接受了，我们生意反而更好。未来跟爸爸开玩笑，伊讲老爸你定咧烦恼讲我把这个看板母害去，但是我即摆听过大声甲阿公讲，我讲我不但甲咱这个看板，不但甲伊7根擦得很亮，我还让它发扬光大。成绩证明一切，父亲终于放心。2020年，父亲病逝前对他说了心里话。他不是反对儿子创新，只是怕他走冤枉路。当年叫他去外面闯，也是希望他有梦去追，不要留下遗憾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。我爸就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其实他很想做别的工作，他想去跑船当船员，他想去演员训练班。”去考演员训练班，他想要去当演员，很多想尝试的事情没有机会做。他不想我跟他一样，可是我爸又是那种很爱你但不会表达的人。传统与创新之间，施业志找到了自己的路，延续100年香火，也让老铺飘出新香气。